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为《暗黑破坏神3》第34赛季圣化主题的介绍。这个赛季我们的角色达到70级之后，击杀怪物就有概率掉落名为天使干锅的传奇消耗品。使用它，我们可以对游戏内大部分70级的非制作装备进行圣化。被圣化之后的装备品质呢，会晋升为太古级别，词缀和传奇特效都被提升至远古级别的极限水平。同时还会根据我们的职业不同，随机获得一个额外的强力加成效果。被圣化的装备品质也会被视作太古级别，所以它是可以用来圣化机械指环的。用它来在魔盒这里开启远古机械秘境，其中的地金和金币会比普通的多得多，也能用作赛季祭坛解锁的远古机械需求。地狱火项链是不能被圣化的，所以你还是得自己做。天使干锅本身的掉率还算不错，赛季中后期呢，我们可以用它来圣化我们不需要的传奇装备并分解，可以分解出气息、水盐、悬赏材料或者大秘境的门票。接下来是不同职业的圣化特效展示。首先是武僧的3种圣化效果，第一个效果呢是圣化敲钟，可以让我们的金钟破在原地放钟，攻击这个钟可以触发金钟破的效果。当前版本这个钟配合狂击存在20加成的效果，也就是分身触发的钟会额外享受一次狂击的加成。那这使得呢闪电交钟在这个版本成为了极为强力的单人冲程构筑，武僧也是目前150层通关人数最多的职业。需要注意的是，闪电敲钟虽然符文和身上的元素伤害都选择火焰，但圣化的钟会把这个火焰转为神圣伤害，所以如果配合全能的话，爆发周期的话应该选在神圣阶段。圣化的钟它无论被顶掉还是被打碎，都算作你击杀了一个敌方目标，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在城内无限丢钟来触发敌意幻象的蓝门，运气好几秒就能刷一个了，运气差的话还是可能1-2分钟都敲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要稳定打蓝门，还是打牛关吧。武僧的第二个圣化效果是百裂拳，它可以让这个技能一直以第2击的形态出击，同时还会根据攻击的命中次数增伤。配合迅雷手的符文，按一次就能打10拳出去，叠满之后呢，可以让百裂拳额外造成700%的伤害。暴雪在过去的版本中还对武僧的被动融会贯通进行了极大的加强。亚夫这边现在翻译是有点毛病的，这个被动实际效果是每使用一个基础技能，都会让你所有的基础技能提升100%的伤害，持续10秒。我们只要带上4个基础拳法，然后每10秒循环释放一次，就能再给百裂拳提供额外的400%伤害了。这些增伤叠加之下，打拳武僧成为了当前版本4人队伍的主力输出。目前天梯150层是可以做到2分钟通关的。武僧的第3个圣化是七象拳的加强，效果呢是让被七象拳打中的目标持续受到15秒的七象拳打击。这个打击可以继承七象拳的符文，对乌莲娜玩法来说是个不错的杀王补强。不过这个打法在武僧体系内强度还是一般的，你要强度的话呢，就应该玩闪电敲钟或者是打拳。猎魔人的第一个圣化效果是扫射相关，它可以让扫射释放上一个玩家手动释放过的憎恨消耗技能。这个赛季我们可以用它来玩扫射3刀或者扫射多重2个特殊玩法。前者呢是开荒阶段最强的速刷玩法，凑齐一层就能轻松110层大秘境割草。后期则是赛季中期成型之后极为强力的材料速刷玩法，相比冰吞跑的虽然慢一些，但图打的会干净很多很多。猎魔人的第2个圣化效果是极速剑，可以让极速剑从丢出榴弹变成丢出激光。如果你装备了掠夺套，剑塔发射的极速剑也会同步变成激光。目前这一玩法的适用场景是敌意幻象，因为剑塔自动锁敌且激光瞬间出伤的机制，你把层数打到125层的速度是所有玩法里最快的。猎魔人的第3个圣化效果为复仇，效果为开启复仇之后根据层数来释放导弹，导弹命中敌人之后会根据敌人的生命值比例造成伤害，低层速刷基本上是没有特别大用处的。目前呢一般用于那套冲程，用来对精英和 BOSS 补充一点点伤害。圣教军的第1个圣化效果是自动天拳效果是把天堂之拳变成流星砸向附近敌人，释放战马冲锋之后会在5秒内大幅提升频率，根据不太靠谱的丁真回放，差不多1秒可以砸5下。这个圣化效果会取消掉骑士腰带的自动天拳，但它可以正常享受腰带提供的增伤，两者组合下使得圣教军的天拳玩法在当前版本获得了数倍于之前的强度。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腰带位置绑定，所以没有办法换船长套，吃减耗律法的减伤，导致这个玩法在前中期的扛伤水平是很差的，需要一定的巅峰跟装备水平才能在120层以上的大秘境刷的舒服。第2个圣化效果是祝福之锤回旋镖，可以让除了环绕之锤符文外，所有的祝福之锤攻击方式改为往远方溜一个锤子，然后返回自身。由于对应的圣光套装现在表现较差，不太建议你尝试与之相关的打法。圣教军的第3个圣化效果是大天使，可以让圣教军在释放天罚之剑之后，集结部队折越2个天使过来一起战斗。天使的输出取决于当前难度，难度越高，他们的输出也会越高。一般来说呢，是作为冲程阶段补充一点伤害的手段。不过在跑马天拳已经6分150刚下，这个圣化效果的地位有点尴尬了。
死灵法师的第一个生化效果是自动大军，可以自动召唤王者大军攻击附近敌人，配合拉斯玛套装用来在小秘境割草还算不错，不过攻击频率还是不如前面提过的扫射多重或者跑马天拳，冲程用来补充伤害和叠兽法也很不错。第二个升华效果则是星星幻灵，可以让我们每释放5次星星就召唤一个灵魂攻击敌人，不过这个灵魂的攻击很低，所以星星玩法你带它和带自动大军的区别是不大的。第三个升华效果是傀儡存尸，效果呢是让傀儡自动收集附近的躯体，之后呢你可以使用这些储存的尸体来释放技能。由于这些尸体是经过傀儡的加工的，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一具可以顶好几具，你用傀儡的尸体释放尸炮会在只消耗1具的情况之下连续炸5下。法师的第一个升华效果是飞弹，可以让魔法飞弹获得追踪的符文，并且一次释放可以打出10枚飞弹。目前版本法师除了可以用这个圣化配合火鸟套的点燃打点燃飞弹之外，还能利用飞弹乘10的回能效果来触发祭坛的暴击回能砸奥运。第二个升华效果是秘法方球相关的，带上它之后呢，你身边每隔一段时间会生成最多4个和你当前秘法光球一样的球体，你在释放秘法光球的时候，这些球体也会一起飞出去，造成额外的伤害，相当于呢每隔4秒就能打一发5倍左右输出的球。环体球符文是不会生成光球的，而是会让所有的环体球一起爆炸。第三个升华效果是风暴护甲，可以让你在手动释放风暴护甲的时候，根据叠层对随机的一名附近敌人造成大量伤害。这个伤害也是能随着难度跟大秘境层数提高的，即使150层也能劈掉精英不少的血量。不过由于这个劈雷是完全随机的，所以一般也只有打 BOSS 和收尾阶段好用。野蛮人的第一个升华是先祖锤，它能让先祖锤对野蛮人4周释放，同时还能每10次锤地之后对周围释放一次牛逼的先祖锤攻击，伤害等于10倍先祖锤的基础伤害。第二个升华效果是大型旋风斩，效果是让旋风斩可以拉近25码内的敌人，带着这些敌人一直旋转，你不松手这些敌人就不会掉下来。目前高层组队的辅助蛮会带这个圣化。第三个升华效果是攻击敌人会叠层，释放狂弹中路会消耗叠层的同时呢，给附近16码内敌人施加异伤的 buff。巫医的第一个升华效果为巨灵，效果是让它变成吃球时加成的灵气效果，范围内的敌人会额外受到1倍伤害，同时造成的伤害降低 15%。第二个升华效果是联动食人鱼的噬魂，可以让巫医对被虫群感染的敌人自动释放食魂，释放食人鱼的时候会把60码内被食魂影响的敌人拉到一起，同时食人鱼会随机攻击一个目标造成大量伤害。这个威能一般是配合御魂打法用来冲程的，你也可以配合重杖的自动虫群来实现全自动给怪物挂食魂的玩法速刷。第三个升华效果是召唤系的，可以让巫医自动召唤2只僵尸巨兽和3只僵尸犬，僵尸巨兽还会获得恶煞巨尸的效果，配合副手和毒符文，可以让巨兽获得3种符文的加成，配合小魔人应该可以做到6只巨兽，但琉璃材料做完也没有出小魔人就是了。它还能让被献祭的僵尸犬命中的敌人呢，额外受到宠物100%的伤害。那么以上就是当前全职业的升华效果展示了，当前版本建议各位主要尝试圣教军武僧跟猎魔人。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